格局，好生活，欢迎收看设计家新闻台，我是住得好。在节目中，我们已经看过44个屋型的格局改造，其中老屋和新成屋都有各自精彩的案例。然而，在格局改造时，这两种屋况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将来个新成屋与老屋格局改造的大比较。在正式开始前，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节目重点。我们会先来了解一下新成屋与老屋在格局改造时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及要留意什么。再来，我们将看到两个坪数差不多的屋案，分别是一个29坪的新成屋，这是一个很典型要兼顾所有家庭成员需求，而且要有开放式厨房的屋案；另一个是32坪的老屋。它在原始格局凌乱、厨房封闭，需要留有餐厅与弹性空间的状况下，要如何设计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到大居空间设计的许义竹设计师来做一个说明及介绍。欢迎设计师。大家好，我是大居空间设计许义竹。想请问一下设计师，老屋跟新成屋在格局改造时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老屋跟新成屋在格局规划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两者同属于都是成屋，所以当我们要入住的时候，我们需要考量到3点：第一个，我们居住的成员；第二，我们生活的习惯；第三，我们到底有多少东西要收纳。这3个东西绝对不可以忘记。但是呢，最重点的是，记得采光是我们生活所需，所以在规划上面一定不要忘记它。其实，在新成屋上面呢，我们有2点是我比较建议的。第一个是卫浴跟厨房，我们都建议不动。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在生活的插座使用上面能够补足。那我们在便利上面的话才会好。当然，如果假设你买了一个新成屋，你费用真的很足，格局也确实不满意，那也是很欢迎把它全部打掉重练的。其实老屋装修的话，水电是非常重要的。那以下有3点，我个人是特别在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漏水的问题，漏水有各式各样的，你可能是外墙漏水、屋顶漏水，或是我们漏水到其他人的家，或是其他的住户漏水到我们家，或是我们室内自己本身有漏水，都希望在老屋装修的时候能够一概的解决。第二部分是排水，就是我们使用的水源要能够彻底排除，比如说我们的厨房、浴室或是大楼干管的一个雨水排水，有没有可能有倒灌的问题？第3个部分其实是美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在控制预算，所以铝窗和大门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说，只要它堪用，我们就保留。但我是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会希望不要忽视。再来，我们将看到设计师带来2个精彩的案例。第一个是29坪的新成屋，想问一下设计师，这个案子在格局改造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个房子呢，本身格局是很方正的，而且它位居的关系，所以它窗景是好山好水。好，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是我们的成员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补足它的房间数。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根据居住成员的需求来做调整，事实上就可以了。那这个案子的屋主需求有哪些呢？其实这个案子呢，屋主是一家4口的成人，其实他们的需求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屋主喜欢美式古典，好，然后呢，女主人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收纳。重点是每一个成员他们喜好事实上有所不同的。再来部分是女主人希望有一个开放厨房吧台的一个区域。重点，我们生活在里面要好，它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储藏，还有更衣室。接下来想问一下设计师，如何通过格局改造发挥屋况优势，让居住者更好住呢？其实这个案子来讲的话，事实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呢，它事实上是 L 型的采光。那所以在我们公共区域及私密区域的部分的话，我们都尽量让这个优势能够发挥到最大。那当我们在进入到私密空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经过一个走道，在走道的部分的话，我们也特别把厕所的门换成是一个采光的设计，让这个优点可以放到最大。其实在这个案子的话，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就是用渐进的手法。因为其实这本身的公共空间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一进门是玄关，之后呢，经过我们的开放型厨房，之后到达我们的餐厅，到达我们的客厅，之后我们的眼睛会坐落在我们户外的美景。
它本身的基地是非常完善的。那所以我们在做区分的时候，很简单，可以把公领域跟私领域明显的区分开来。当我们坐落在客厅的时候，往室内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女主人所需求的开放性厨房。那这个房子呢，我们除了公领域之外，在私领域部分的话，其实它所有的房间都环绕在四周，所以我们将它的收纳集中在我们的中心点，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所有居住者在使用这个收纳空间的时候非常的顺畅。其实就私密空间，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本身房间不足，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案子有规划了3房，好，在男女主人有主卧室，那2个女儿个别有他们各自的房间，那收纳的部分的话，我们也都把它完善了起来。使用镜面、线板和壁纸，实现了时髦的美式风格。透过解放厨房规划为吧台，还可以达到串联客厅、餐厅及厨房的目的。另外呢，3间房间分别规划为现代风、美式风，可以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喜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一个32坪的老屋，想问一下设计师，这个案子在原始格局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个房子呢，本身是个很漂亮的房子，它很方正，但是因为它格局的关系呢，造成它空间公领域跟私领域失衡，然后呢，它的动线很混乱，让它的空间呢很破碎，廊道很曲折，让我们感觉到空间不适，而且采光也不良，这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再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空间它的屋主需求有哪些？其实这个屋主的话，他们其实是一家4口，那他是有2个小朋友，1男1女，好，所以他需要3个独立的房间。那另外的部分的话，他需要一个弹性空间，好，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里面使用。那在公共区的部分的话，他希望公共区本身的功能能够完善，然后把收纳做足。老屋的案子很常遇到格局凌乱的问题，想问一下设计师如何通过格局改造，给居住者一个舒适生活的空间？其实这个案子在空间规划的时候，我们其实只需要做一个点，就是把公领域跟私领域的空间尺寸调整完整。我们让私领域的空间退到适合的尺寸，完善公领域的功能。其实我们在书房这个弹性空间的规划的时候呢，考量了几点。第一个的部分，我们希望它能够跟公共的领域连成一气，因为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事实上可以让我们的公领域更宽敞。所以我们在书房、餐厅跟客厅的部分的话，希望它的不止它的动线有穿透，也希望它视觉是穿透的。所以在拉门的部分的话，我们选用的是完全穿透的轻玻璃的设计。其实我们厨房本身呢，它是一个长形的空间。那当初的出入口呢是在边边的一方，我们让这个出入口往中间调整，它可以让这个狭长的空间在使用上面是顺畅的。哦，那我们进出的时候，我们在出厨房的时候做了一个端景，让我们进出厨房的时候都是舒适的。这个案子蛮特别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储藏间的存在。想问一下设计师，在收纳上是如何规划跟安排的？其实能够拥有储藏室当然都是最好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空间都拥有这样子的条件。但我们这个案子有一个很特别的魅力，就是它的缺点我们把它转换成优点。我在于客厅、餐厅及厨房的出入口，把它连成一气，让整面做一个主墙的设计，并且在每一个空间的端景，还有在厕所的入口，都把每一个空间的收纳做足。最后，在调整完空间比例后，想问一下设计师，在卧室的规划上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安排呢？其实卧室没有太大的问题，最大的点就是我们要把卧室的配置，让它的梁能够隐藏在我们的主墙或是柜体之下，让我们剩余的空间能够安稳舒适。在看完这2个案子后，我们了解，无论是新成屋还是老屋，只要格局微微的调整，就可以让空间更符合现代人所需，也让生活更充裕。最后，谢谢设计师徐义竹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各位在底下询问我。拜拜。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是住得好设计家新闻台，下次见。